有没有人看过《飞跃疯人院》还有《肖申克的救赎》的啊？这么经典的影片，有看过的小伙伴在弹幕里扣1。今天呢，我带大家找2个须弥的隐藏成就，就是借鉴了这2部片子。可能有小伙伴也已经拿到了成就奖励啊，但是这2个成就后面的隐藏故事，如果大家错过了，那真的就太遗憾了。首先，我们来到活力之家。话说之前你们都看我挑战过一个游戏叫甜蜜之家，对吧？当我第一次看到活力之家这个名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编剧有可能藏刀了。毕竟甜蜜之家不甜蜜，显而易见，活力之家也不活力。不过我当时忙着过主线，也没有仔细的查看。现在看来，我的这个猜测是正确的。首先，这里曾经是治疗魔灵病的医院，但是病人呢却都在地窖里治疗。那一进门右手边就有一个被锁住的柜子，这个就是今天的第一个隐藏成就。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成就的钥匙来打开它，往医院深处走。这个阴森的环境就不用我多说了吧，鬼才相信这里是治病的地方呢。那有一些互动道具啊，咱们一个一个来看。第一个是本周膳食，因为须弥取材来自印度、埃及那边，对吧？所以晚餐里有这个绿枝脆球啊，很正常。赶紧卫生了啊，兄弟们！但是不正常的是啊，这里1周只有周1到周3才有吃的啊。我觉得不是没写，它就是没吃的啊，但是我没有证据啊。再来看柱子上挂着的紧急通知，一位名叫阿巴斯的魔灵病患者，就是我们第2个隐藏成就的主角。这里啊，巴拉巴拉写了一大段，要说的就是阿巴斯不见了，医生要把他找到带回来。接下来墙上还有一个轮值医生的牌表，但是周2这个医生的名字却被抹去了。哎呀，这对于我这个 SCP 爱好者来说很熟悉啊。那通过后面的分析呢，我也就提前告诉大家，这个被抹去的名字其实就是愚人众第2期博士。那么大家就懂了吧？有博士在的地方肯定没有好事发生。我们继续向下看，再往后面走呢，就是几个病床床位，有好几个人的名字我就不念了，反正他们都是共患难的病友，但是最后死的只剩1个了。大家就记住阿巴斯这1个就可以了。右边是病床，我们往左走是间办公室，成就的钥匙就在这里的地板上。我们还可以在柜子上呢看到治疗魔灵病的药方，可惜不是齐全的。有小伙伴知道这个会是须弥的什么植物吗？当我们拿上钥匙回到地面，打开柜子后，拿到的是阿巴斯的病历卡。我就大致跟大家说一下内容吧，就是医院一开始应该是治疗魔灵病的，得了魔灵病的病人们呢都快死了，已经是神志不清昏过去了的那种。博士来了之后呢，医院就变成了研究所，病人也变成了实验体。但是吧，博士的研究疗法确实是有那么一丢丢的用处的，只是博士不把病人当人，只是把他们当作样本工具。所以呢，经过实验之后，病人逐渐就开始精神不正常了，诊断报告也被抹掉了大段记录。但是咱们能知道啊，病人会觉得魔灵病是赤王对他们的惩罚，他们能听到一种神的声音在引导他们。然后魔灵病经过研究之后啊，博士觉得是和体内元素量的高低有关，元素量太高，症状加剧，人就要死啦。元素量低了之后呢，病状就减轻一点。说实话，因为克莱也有这个病，所以呢，我一直担心被盗啊，求求编剧了，赶紧把这个病给它解决了吧。记录到最后，我们也能看到啊，就是从这里，博士确信了他自己能将人改造成为神的道路，在不依赖元素力的情况下，也就是没有神之眼的情况下，可以通过什么东西啊？这里被抹掉了，来控制体内元素含量，具有兵器化的潜力。那么可想而知，为什么阿巴斯拼了命的要逃跑？落博士手里啊，那能留个全尸都是不错的了，毕竟他自己都把自己给切片了啊。接下来在医院旁边有一个隐藏的洞口，之前还有一个草神童在这里，是很醒目的啊。从这里下去，咱们就能找到第2个隐藏成就，同时这个洞呢也记录了阿巴斯的逃跑艰辛路程。哎，我去，我不会摔死了吧？还好啊。那首先这个地洞呢，就是阿巴斯逃跑的时候拼命挖出来的洞穴，所以呢，我们在各处墙壁都能看到他记录时间的痕迹。然后呢，他在好几处墙壁上也记录了一些个人日记。整个洞穴虽然岔路多，但是只有1条通往外面的路，我就不教大家走了。咱们重点来看看阿巴斯的记录，看完就会觉得太惨了，这人真的是太惨了啊！拖着病体被人追杀，还挖出了这么大的洞穴逃跑，就这都没被人追上啊！你敢信啊？这不值得大家为他点2个赞吗？我替他先把赞放我这里了啊！
看完4处留言，我们最后走出这个洞穴，就能在洞穴出口旁边看到一把严重磨损的锄头，这就是第2个隐藏成就了，代表着阿巴斯也成功逃离了实验室。磨损的帝君拿起了磨损的锄头，他肯定能明白被磨损的痛苦的。最后吧，我想说一句，须弥老百姓的生活也太惨了吧！我现在只想赶紧解放须弥，直接快进到这个甜蜜大结局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呢就先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